两位女演员卷入于梦龙案，真相渐露的背后，令人震惊的开端。那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深夜，北京的天阴沉无比，风像是在某个角落低声哀嚎。凌晨3点27分，一条突发消息在朋友圈炸开：演员于梦龙坠楼身亡。最初没人相信，因为就在前一晚，他还在录制综艺节目，还发了自拍。他不可能自杀，他笑得那么阳光的人，怎么会这样？短短几小时，网络被于梦龙3个字刷屏。官方通报随即发布，排除刑事嫌疑，初步判断为意外坠亡。但网友不买账，太多细节诡异，坠楼地点、时间、证人供述全都不对劲。意外这2个字掩盖不了一个正在暗涌的真相。疑点，那场看似平常的聚会。有人说，那天晚上有一场聚会，地点在北京朝阳区阳光上东某高层公寓。出席的不只是朋友，还有导演、制片人、广告客户以及几位当红演员，其中就包括宋伊人。据说那场聚会是给某部新项目庆功，原本于梦龙拒绝前往，但宋伊人发了3条语音，就来一下，很快的。他犹豫了几分钟，最终出现在那间灯光暧昧的客厅里。有人拍下模糊的照片，酒桌上笑声一片，但细看那张图，于梦龙的笑僵硬得让人心寒。谁也没想到，那一夜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幕。宋伊人的名字第一次被点出。几天后，一条匿名帖子出现在圈内论坛，只有一句话：他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，配上一张模糊宴会照。很快，有人通过图像比对、时间线分析，认出那名他正是宋伊人。舆论瞬间爆炸，有人爆料他在事发当晚最后离开公寓，有人称他与于梦龙有过争执，还有人放出疑似聊天截图，内容暧昧又危险。一时间，宋伊人的名字与真相绑在了一起，但他本人一言不发。洗白风波，自救还是自毁？风暴开始后，宋伊人沉默了整整3天。第4天，一批支持他的帖文突然刷屏。他是被冤枉的，造谣者早晚会遭报应。这些账号统一口径，甚至连文案都一样。网友开始怀疑他雇佣水军控评。不久后，一位自称接单的人公开指责他，说好发吴帖给钱，结果1分没给，骗子。截图曝光，那人曾在他的超话中疯狂打 call， 现在却成了他最大的敌人。风向彻底反转，连水军都敢骗，真会演，戏里戏外都是影后。他的评论区瞬间沦陷，咸心的名字浮出水面。另一位女演员咸心也卷了进来，她一贯以纯欲感路线走红，却常在访谈中暗讽同行靠潜规则。2年前，她和于梦龙拍广告合作不欢而散。有匿名账号称，她知道事情的另一半。这句话比指名道姓更具杀伤力。不久，她取关了几位业内好友，删除微博。外界怀疑她在避风头。然而，这种刻意的沉默只让人更加不安。排除刑事嫌疑，外界的质疑愈演愈烈。警方的通报过于简短，尸检报告只写着坠楼导致多处重伤，监控视频迟迟未公布。为什么监控坏了？为什么那栋楼没有邻居听到动静？为什么家属拒绝公开更多细节？疑问一个接一个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那晚出席聚会的17人中，最后离开的是宋伊人。意外这2个字越来越像一场演示。他不肯低头，圈内人爆出潜规则内幕。一位业内摄影师匿名发文，他拒绝了某大佬的暗示，从那天起，所有资源都被撤。帖子中提到的暗示指向潜规则。那篇文章被删了3次，每次都被重新截图流传。他太倔，不肯妥协。有时候不跪下就要被推下去。一句话道出了残酷现实。于是网友开始相信，这不是意外，而是报复。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传闻，
当舆论进入狂热期，更多爆料出现。有人说于梦龙那晚被带去了私人会所，有人说他被审问过，有人甚至称他的宠物狗被打死。真假混杂的传闻让事件变得模糊，但越模糊，人们越想知道真相，成了一场全民追逐。每个网友都像侦探，拼命挖掘碎片。然而，越靠近中心，越冷。经纪人杜强的角色，于梦龙的经纪人杜强是个神秘人物，他被爆料同时为多家资本打工。那晚，他的手机信号消失2个小时，凌晨3点30分重新上线，发了一条朋友圈：一切都会过去。这条状态成了网络谜团。有人说那是悔意，也有人说那是暗号，更有人怀疑他知道真相，却选择沉默。洗白风波之外，人性的崩塌。宋伊人终于发声，他发长文：我问心无愧。评论区立刻爆炸。你问心无愧？那就交出聊天记录。洗得再白，也掩盖不了血。一场洗白风波，从舆论大战变成人性的博弈。他的每一句话都被放大、解构、讽刺，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几乎让他崩溃。可他依然没有说出真相，或许是怕，或许是不能说。资本的冷血与娱乐圈的虚伪。娱乐圈本就是利益的战场，谁红谁就有被利用的价值，谁反抗谁就会被封杀。那些看似光鲜的背后，是无数沉默的代价。当权力介入时，舆论只是工具，真相只是幻觉。有人说于梦龙之死是一个被设计的故事，也有人说他只是被抛弃的棋子。真真假假之间，只有冷漠恒久不变。一场风暴后的沉默。1个月过去，案件没有新通报。宋伊人还在更新视频，笑容勉强。咸心彻底消失，据传去了海外疗养。杜强辞职，杳无音讯，唯有墓地前的鲜花依然新鲜。粉丝写下：梦龙，我们记得你。真相似乎被埋在了那些花下面，但也许总有一天它会浮上来，只是那时人们还会在意吗？留给观众的思考。这不是一场八卦，也不是一场悲剧的重演，它是关于人性、权力、良知与恐惧的警示。当真相与谎言交织，我们还能分辨哪一个更真实？当舆论变成利刃，谁又是下一个被推向悬崖的人？于梦龙的死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，但它让所有人都看清，娱乐的光环下藏着太多阴影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每一个敢于发问的人，都是让真相更进一步的勇者。每一个仍愿相信善良的人，都是这世界最后的光。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告诉我你怎么看待这场洗白风波。别忘了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你的每一次点击，都是我们继续说真话的力量。